如果读者仔细阅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与俗世的散文体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圣经故事里面，总有一个隐形的叙述人出现，他们能够潜入内室，并出现于隐私场合，也能听到私人密谈。他们连大卫写给约押的密信内容也都知道，他们甚至知道亚比煞未与大卫同床，拿单与拔示巴的密谋。他们可以在众人被命令离开暗嫩的卧室后，仍然目睹暗嫩如何制服他玛，也能听到暗嫩与他玛事前事后的交谈。叙述者在叙述圣经故事的时候，有时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有时则站在人物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从人物的角度看，圣经人物在这个世界的挣扎；从上帝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关于雅各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1章26节到32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雅各是一个极其聪明之人，年少时利用哥哥以扫的弱点，用一碗红豆汤换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利用父亲年迈听力不好的弱点，骗来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但圣经叙述者清楚地述说圣经人物在认知方面的限制。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以叙述者的身份表达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知与雅各的不知形成对比。他却不知道妻子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铜像。拉结偷走家族的神像，目的是为了将原生家庭的祝福带到新的家庭，以保证与丈夫雅各组成的新家庭的繁荣，是一种对父亲的背叛。家族的神像对于父亲拉班来说是家族的保护神，也是家族繁荣的保证。神像被盗，象征着拉班的权威得到削弱，加上拉结的背叛，自然令拉班愤怒不已。面对舅舅的责问，雅各信誓旦旦地说，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雅各只身一人空手逃到舅舅拉班家里，走的时候却有2个妻子，儿女仆婢成群，牛羊甚多。事实上，无论是妻子儿女，还是仆婢或者牛羊，都是从舅舅拉班那里得到的。雅各不知道，自以为拼命挣来的一切，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和赐福。面对咄咄逼人的拉班，雅各发誓赌咒，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但雅各不知道，自己亲口说出的咒诅会使自己所宠爱的妻子拉结成了雅各判决的受害者。拉结在生育第2个孩子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自以为聪明的雅各，其实也是无知的雅各。雅各有很多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有限的聪明乃是神的赏赐，他不知道很快会遭遇一场极大的饥荒，他不知道神会带领和改变他的一生，他更不知道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会从他而出。他有太多的不知道。作者用雅各的不知道说明人的无知与有限，让读者一窥雅各的挣扎与故事人物之间的张力，更显出人类的渺小，以及上帝掌管一切的全知。人的诡诈并不能妨碍神的计划成就，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故事提醒我们，作为被造的人，应当学会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的恩典，人无法逃离神的主权。很多我们自以为理直气壮的东西，其实往往都是因为认知方面的限制。在宇宙中还不如一粒灰尘的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的人类。谦卑在上帝面前是一种智慧，懂得感恩是一种祝福。如果您喜欢圣经故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愿上帝赐福您。